大学留学的时候，蛮多朋友都是已经有交往的另一半的情况下，可能日本男生会比较适合我。我为什么要尖叫呢？我们要偏见，我们要偏见。他回去德国之后，他送了一封情书给我，这么厚，我的英文能力直接超标。好，弟弟，谢谢你今天跟我约会一整天。今天是台中最后一站了，边吃边喝边聊一下，要聊的是恋愛話題啦。日本女生最爱的恋爱話題。没错，恋バナが一番楽しいし、一番盛り上がるんだよ結局は。そうだね。第一题啦。好啦，你想要？我快进。看多这个你聞きたい。你喜欢日本男生还是台湾男生？直弁。そう。いや難しい。マジで？我是1秒内就可以回答。難しい。台湾男生。哇，可以选的话嘛，当然是哈服比较好，中间比较好。但是我觉得不行。现在我的状态，我的这个工作什么状态的话，我觉得可能日本男生会比较适合我。我为什么要尖叫呢？我们要偏见，我们要偏见。我真的觉得台湾男生非常的受日本女生的欢迎。哦，对。我与其说喜欢，我觉得现在比较适合我啊，因为你常常去日本这样。也是，然后外加我觉得只有跟台湾男生跟日本男生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第一点对我来讲算是比较大、比较影响我的一点是，日本男生比较会需要有自己的空间。没错，そこが結構自分のポイントっていうか因为丽丽是很独立的一个女生，所以她也需要自己的空间。对，就是因为我是工作的话，我也很想要认真工作。然后如果跟我同行业的话还可以，可是如果是我在忙的时候来吵我的话，我会生气。マジで？会。先干杯，先干杯。干个杯也好累哦。对啊，你不觉得在日本就是生活比较高压吗？小规矩比较多一点。那你觉得台湾男生很贴心吧？对，就是相对台湾男生的话会比较顾虑到，对他日本女生也我只会服务你，其他的话我不会。那大家自己加，自己加。觉得台湾男生什么地方是赢过日本男生啊？我觉得一个是很贴心，我觉得这个是全世界共通的，真的很贴心。就是很常问候你之外，可能例如嘛，女生生理期的话，就一定会关心你。红豆汤，对，上次建明有讲嘛，先要煮姜汤什么的，我从来没有被这样过。我想到一个例子，接送回家这件事情。对呀。我跟你说，因为台湾男生，我就不管有没有交往，都是就是从小都会有一个送女生回家的一个习惯，比较多啦，大多数。可是呢，我之前在日本留过学嘛，我在大阪留学的时候，我曾经遇过一个例子是，我们那个部活終わって就是社团活动结束之后，我们跟其他日本男生，然后我们一些什么台湾女生，就是要拜拜要结束的时候，然后他们到车站的时候，通常台湾男生会跟着台湾女生回家，送到家这样。对。可是呢，我遇到那些日本男生，他们都是在车站上拜拜，明天见，然后走掉了，马上走掉哦。这很正常啊。对，然后就觉得正常。对，虽然在日本很正常，可是可能被台湾男生养坏了，会觉得说，我觉得我上次去酒吧，然后一群朋友这样子，然后我跟他也是很不熟悉，然后台湾人，然后我们就是跟我室友一起去，然后我室友跟我一起叫车回去的时候，因为台湾男生问我说要不要等你叫完计程车，然后就想说。我以为这是一个很理所当然的事情，那我还想好啊，我讲好啊，然后我室友讲说啊没关系，我才意识到是说我被台化了，有点被台湾男生宠坏了，所以这件事情是一个他是好意贴心，但是在日本的话，可能就是不管你有没有叫到车，你知道吗？就是拜拜，马达nee，对。但是呢，另外一个说法是日本男生可能做到这个程度吗的话，可能日本男生也怕你觉得不舒服，会，对不对？
因为毕竟日本人就是痴汉的数量稍微多一点点，可能怕被觉得是变态吗？对，或者是女生会觉得说，哎，他是不是对我有意思？这样子的一个文化差异。誤解しちゃうかも。確かに確かに。じゃあさ、リンリンは既読無視何日間耐えれる？已读不回这件事情可以忍受几天？我觉得我谈恋爱的话，我会希望每天都传讯息。我觉得至少早安或晚安，就是每天最少一定要就是一定要一定要有一则讯息。那你觉得日本男生会有吗？完全不会。那就是会觉得，就是可能因为台湾人会觉得说，早安晚安，就会想要至少讲一下嘛，没有话题讲个早安晚安，对不对？可是就日本男生就是可能已读。我在跟东西讲话，是不是？我懂。对。那就是因为我们上次跟建明俊长也有聊到，是说台湾男生会愿意带女朋友去他们朋友的局啊，但是日本男生就是日本的男生的空间嘛。对。那你在日本的时候有遇过这种状况吗？真的很少。我觉得有见过。有，可是真的是那种超级好朋友，对。然后让我想到，我也是在留学的时候，在社团活动里面，然后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两个人在交往，可是他们一定是这么远，对不对？就是会觉得一开始不知道他们交往的时候，是后来听大家说，他们两个是情侣，坐这么远，然后非常低调，低调。对啊，而且可是因为台湾人的话，一定是坐旁边，然后这样子，然后可能还甚至会这样子哦。对，就直接放闪这样子。可是我听说过，日本人好像通常没有到结婚之前，不太会喜欢让朋友知道，这是真的吗？对，稳定之前都不会告诉人家，或是稳定之后也不太会耍浪漫吗？给大家看。而且朋友聚会的话，基本上绝对，基本上不会。基本上啦，就是我觉得是分开的，男生的局，女生的局，这样子，对不对？那你有遇过很浪漫的日本男生吗？浪漫的意思是什么？浪漫的意思就是可能……我现在想问一下，你有没有遇过浪漫的台湾男生？超多的啊，比如说超多的，送花束、送巧克力，然后再等我。回家，或者是讲甜言蜜语，夸奖你说很美、很漂亮、很可爱。我吃胖了，他会说我喜欢的部分变多了。但是如果是在日本，你很少听到我爱你。不会。好きだよくらいだからあるけれども、そこも結構めったにないやな。对，爱你的话嘛，可是日本嘛，因为日文来讲话嘛，愛してるとかも有一点油腻，对，油腻。大好きだよ。そうだね。とか嘛。所以你没有遇过浪漫的男生？我觉得对我来讲算是有吓到的话，大概是因为日本情人节不是分很细吗？有情人节跟白色情人节。对耶。然后情人节的话，通常基本上是女生送给男生，然后呢，日本男生都会等那一天一定要等女生送这样子。那我遇过是日本男生是在情人节那天送巧克力给我，就是逆。我觉得以日本人的来讲话，对我来讲算是逆なんだ。逆チョコ？あるね，逆チョコ。国小吗？国小，国中的时候，好远，好远。没有，昨天的事。我那时候有喜欢的男生，我大概1月的时候开始准备巧克力。没有，不是，我没有坏掉，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练习做巧克力，练习做巧克力，可能就是我会开始做看那个食谱怎么做这样，然后就我从1个月开始练习，然后3天前就开始练习好的东西，我给妈妈吃，我给哥哥吃，姐姐吃，他们说好吃，我才把它变得那个包装起来，然后我还写书写情书，然后送给喜欢的男生，这样为了这个情人节练习了非常多天，这样。日本女生好辛苦哦。对，这个日本男生其实也是蛮辛苦的，因为国小的时候买巧克力的都是妈妈们，还是说就是他们就说，今天收到几个，然后就是妈妈们会准备那些白色情人节的巧克力还给女同学们。好可爱哦！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真的会还吗？真的会还啊！キリチコは難しいね，因为我们有分很多情人节的巧克力，本命巧克力，然后义理巧克力，义理巧克力就是当朋友的巧克力，然后还有友チョコ就是朋友巧克力，是女生之间的那种，类似这种，对，然后本命巧克力只有1个这样子。塞鞋柜吗？
好臭，不要。我是直接派啦，所以我会直接拿给他这样。贵。那你有没有遇过最浪漫的告白？你有吗？聞きたい。我先呢。是一个德国的男生。是我高2的时候，他是那个交换学校，然后就来到我的高中。然后我那时候是那个带他去上课啊，带他去什么走走逛逛的那种学生。那时候会讲英文，所以就是我的课上的班上的老师就是派我去陪他这样子。然后呢，我们短短2-3个礼拜哦，他就喜欢上我了。然后我们也没有干嘛，就是一个很单纯、很纯粹的一个爱情这样。然后他也蛮主动的，他也很想要牵手，但是我那时候是不敢喜欢上他，因为我也知道他很快就回去德国了嘛，所以我就想说把他当做是一个回忆就好，就是当朋友就好。结果呢，他回去德国之后，他送了一封情书给我，这么厚。我吓到了，我的英文能力直接超标，因为他的情书这么厚，好像小说一样。然后里面写说，你的眼睛真的很迷人，你的笑容真的很可爱。然后就是他也是送了1张机票过来，他说我很努力的打工赚钱，但我没有去，我就跟他说你拿去退票，因为我知道那个机票真的非常的太珍贵了，而且我也没有那个意思，还给他这个心意，所以我就说没有办法。那我觉得超级浪漫的，很浪漫，送机票啊。对，而且是这么厚的情书哦，几张啊大概？我忘了，但是我看了好几分钟，要慢慢翻译。对，都是英文，我有点眼花的。你被日本男生是有被告白过吧？有。那他是怎么告白？好きだよ。マジで怖いんだけど。まあちょっと有点可怕。怖いというかちょっとびっくりした。まあちょっと話しながらいきなり好きだよ。でからの？いや、ただ友達だったんですよ。友達だったので。ごめんなさいって。そう、ごめんなさいっていうか、まあ友達としてはすごい大事にしたいですね。すごい日本人の答え方。わあ、まあ本当に友達しか見えてなかったから、そういう意味も分かんなかったんですよ。正直で言うと、まあそのくらいかな。机票もらいたいんだけど、納豆ちょうだい。とりあえず納豆か。あとキムチ。敢吃吗？那如果自己喜欢的男生不敢吃纳豆怎么办？哦，我不会怎么样啊，不会怎么样啊，我帮你吃。对啦，纳豆真的很好吃。然后就是要配泡菜。对。你看这个组合，纳豆泡菜跟白饭，我就可以活个1个礼拜。1个礼拜太久了。真的啊？乾杯，納豆乾杯，乾杯。不会啊。我的香味给你。美味しい。哇，両方いいね。両方ともまあうちらでさ、もう一応台湾と日本はどっちも文化もあって、どっちもちゃんとしてるから、それが包容できるんじゃん。確かに。だから同じそういう曲も包容できる人。包容って思い出した。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因为日本呢，其实应酬这件事情非常的多，非常。出社会之后，前辈上司，问你要不要去酒店，这个几率非常的高，甚至会在酒店谈个生意之类的，真的很多。然后我曾经也有遇过去酒店应酬的人，然后他可能有老婆、有小孩、有女朋友都没有关系的，因为其实酒店也不见得是坏事啊，就是一个陪聊的地方，有可能 maybe 对，有分很多类嘛。那我想问一下令令，来，我想台湾女生应该是不太能接受自己的男朋友去酒店这件事情，你还不能接受？不能接受吧？不能接受吧？对不对？那你呢？那如果有原因的话，我就可能可以通融一下。可是如果可能每天都去谈生意，或者是跟朋友去的话，我觉得我可能不太能接受，或者是带我一起去啊，带你一起去，哎，很好哎，带你一起去感觉不错，我也一起玩啊，哎，很棒，正向思考，我是完全没办法接受的，我可能从夜店没办法接受。那假设如果你发现他骗你之后，
就是他其实有去，可是他骗你他没有去，被你发现的话，那怎么办？啊，那请骗我吧。我觉得要骗的话，真的骗下去，不要让我受伤害嘛。对吧？对吧？那我换个话题。因为我上次刚建明他们聊，我有问他们是说，你觉得台湾比较多渣男，还是日本比较多渣男？当然说两边就一定各有好人坏，可是我觉得平均起来，以那个比例来说的话，日本比较多。怎么说？他们也是这样说。我跟你说，渣男是我觉得台湾跟日本他们的价值观不太一样，因为日本人比较偏向是结婚以前的话，就算我跟你们是交往，可是我还是独身啊，对，就是单身，就说的独身这样子讲，就算有对象。所以呢，他们会觉得说，结婚前就是还是在寻找适合的另一半。我发现，尤其是我在大学留学的时候呢，大学最多，蛮多朋友都是，不管是女生或男生，在已经有交往的另一半的情况下，对不对？因为我上次不是有分享那个一个我的初恋的那个故事嘛，他也是说大学的时候这是最开心的、最玩的开心的这样。好的好的嘞，我不行那台湾应该也有吧？台湾男生应该也是上了大学，那女生也是上了大学之后，可能比较玩的比较开心这样。我觉得在学生时期的时候，台湾人似乎进入一段关系会花比较长一点的时间，可能会先认识2个月之后，再开始慢慢出去，就是拉的时间会比较长。可日本他们都是可能认识第3次见面就先交往再说，不合2个礼拜就分。那你觉得暧昧时间要多久？认真回答，我觉得学生时期2个月，可是我觉得出社会的话，本身就是认识其他人的情况下比较少，所以我身边蛮多人都是出社会之后，可能2个礼拜就可以交往的。就是感觉对了就对了。我也是偏这样子就是我可能感觉对了，我就喜欢你。但是感觉不对，我永远没有办法。是你觉得花多少是你觉得 OK 的，可以跟他交往？我可能至少要见个10次。10天吗？还是也可以是10天啊，就是觉得感觉对了，大概就是8到10次见面，然后觉得我相处起来是舒服的。我觉得恋爱话题我们可以再继续讲个3个小时哦。对不对？我觉得恋爱的话题是根本聊不完的。对，尤其是女生跟女生这样子出来居酒屋，然后喝酒，然后一起吃饭的时候，是真的是可以聊到早上去。那因为我们都是在台湾、日本都有各自的朋友，对，男女都是看过很多异国恋爱啊。对，如果什么想要问的问题的话，欢迎来留言区问我们。希望今天的这个恋爱话题大家看得开心，听得开心。我好开心哦，我也很开心，我自己好开心。女生都是这样子。然后如果喜欢的话，帮我按赞、分享、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也记得帮我们留言哦。好，拜拜，拜拜，你那个。